俄军进攻再遭重创。3月30号，乌克兰国防部传来消息，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装甲伤亡惨重。福布斯新闻称其为装甲大屠杀。普京下令开启新一轮征兵，欲再招15万。滑翔套件让重力炸弹焕发第二春。今天大兵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些问题。事件的发生点呢，位于阿夫迪夫卡以西的托尼克村附近。负责进攻的是俄军第90装甲师的第6坦克团。该部队呢，共有36辆坦克和12辆 BMP 步战车。最早发布视频的是乌克兰第25独立突击旅，另外第3突击旅、第47机械化旅也在之后发布了视频。他们同属于阿夫迪夫卡方向的防卫部队。从25旅的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进攻部队采用一字长蛇阵进攻，并且速度也不快。乌军的炮弹不断地落在附近，仅仅是一段100多米的路程，就有2辆俄军坦克发生了爆炸，并冒出了浓烟。看到这里啊，想必各位有些想不通，在如此开阔没有掩体的地带，很明显是危险区域，俄军坦克为什么不拉开阵势，快速通过开阔地，反而采用一字长蛇阵，在开阔地上缓慢推进？不说容易遭到袭击，一旦前方坦克被打中停火，后方的所有坦克都会被堵在半道上，而且突袭速度一旦变低，坦克就会变成活靶子。其实这不能说俄军不会打仗，而是一种无奈之举。乌克兰虽然是以平原为主，是坦克集群突击的有利阵型，但同时也让突击部队失去了掩体。早在2023年7月，乌军就开始布置防线，在土地上埋下了大量的反坦克地雷，这使得坦克集群难以进攻。一旦履带被炸断，就算其他功能完好，坦克也会变成一块废铁。车组成员只有汽车逃生这一条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俄乌双方发布的战场视频中经常性的看到被人遗弃的坦克。所以俄军只能采用一字长蛇阵突击战术，让友军坦克在前面趟路，被地雷炸坏了就弃车，第2辆坦克继续趟。突击集群的每辆坦克都顺着前一辆的轨迹，以此来突破雷区。当然，这种方法呢具有极高的危险性。首先是利于乌军炮兵瞄准，反正俄军坦克走的都是固定路线，就算炮弹晚了几秒，没有炸到第1辆，后面的坦克也要遭殃。同时，一字长蛇阵也让突击部队的侧翼缺乏掩护。第3辆被击毁的坦克就是被乌军在侧翼埋伏的火力击毁的。由于拍摄距离的原因，画面不是非常清晰，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第3辆坦克爆炸时，从坦克的左侧突然飞来一枚类似导弹的物体，其速度之快，让我们无法看到其本体，只能借着俄坦克爆炸的火光看到其留下的尾迹。结合25旅之后发布的内容，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枚标枪反坦克导弹。想必玩过使命召唤的观众对这种武器呢都十分熟悉。这是一种单兵反坦克导弹，具有锁定后发射不管的特性。其过人之处就在于它专攻坦克最薄弱的顶部装甲，因此其对坦克的杀伤率十分惊人。标枪导弹有2种攻击模式，分别是直射模式和攻顶模式，但无论是哪种模式，标枪导弹都会在发射后先爬升一段距离，随后快速向坦克顶部下坠。两者的区别呢是直射模式的爬升距离更小，一般呢只为60米，轨迹近似于榴弹炮跨射，而攻顶模式爬升距离更大，最高能到160米，轨迹近似于迫击炮。目前乌克兰拥有超过8000套标枪反坦克导弹，被其摧毁的俄军坦克是不计其数。想必各位都很好奇，面对反坦克地雷，难道只能采取俄军的这种笨办法吗？拿坦克和人命去填吗？事实上，突破地雷区方法是有很多种的，比如先让空天军进行轰炸洗地，炸出一个安全通道，或者是用火炮压制敌方阵地，让排雷车清理雷区。比如美军的 M1150 突击破障车就能发射一种基于 Mk22 火箭的爆破索，每根爆破索长107米，每30厘米就含有 2.2 公斤的炸药，可以轻松地在平原地区炸出一条安全道路。可惜的是，俄军目前并不具备这2个条件。首先呢，轰炸洗地根本就无法实现，以俄罗斯空天军的实力，不被自家导弹打下来就算运气不错了，更别说飞到前线去扔炸弹了。
目前俄空天军呢，只敢在几十公里外扔几颗随机落点的滑翔炸弹，扔完扭头就跑，想要精准地为前线部队开路，基本是不可能的。至于排雷车俄军虽然有，但数量却不多。比如说 T90 底盘改的 RU77陨石已经损失了30多辆了，而且乌军还有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一旦排雷车出现，必然会成为乌军的优先打击目标，难以产生决定性作用。相比起来呢，直接让数量众多的冷战老古董去填线是更为经济的选择。到了进攻的第3天，乌军共摧毁了12辆俄军坦克以及8辆装甲车，进攻部队伤亡过半。然而乌军虽然守住了托能克，但在南边的瓦迪亚内，俄军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消息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该村，并且开始了下一步行动。这就意味着在托能克已经失去了侧翼，就算打赢了防守战，可能也是要撤退的，否则就会和在阿夫迪夫卡一样，面临被俄军包饺子的风险。这也是乌军当前最大的困境之一，极度的人员匮乏让乌军无法在每个方向都保持充足的战斗力，而俄军凭借人数优势在多个点进行持续进攻，很快就能摸清楚乌军防线的弱点并进行突破。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准备加大这种优势，再次征兵15万。3月3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要求政府在4月1号开始启动例行的春季征兵行动，目标为15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15万人呢为义务兵。根据俄罗斯法律规定，所有18到27岁男性，除非有特殊原因，都需要服役1年。他们会在5个月内完成基础的训练课程，再根据表现划分兵种。因此，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俄罗斯都会开启征兵行动。比如说，去年春季，俄罗斯就征兵了14.7万人。理论上来说这批义务兵属于预备役，并不会前往俄乌前线。不过这事儿谁也说不准，毕竟在特别行动开始时，俄罗斯媒体就爆出有义务兵参加了特别军事行动，并且负伤了。事后，普京和国防部都发表了声明，表示要严惩严查。不过大兵呢，并没有查到后续。随着逐年提升的征兵人数，从侧面证明俄罗斯想要继续扩张军队，以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其他冲突。目前，俄罗斯大约有150万的现役部队以及220万的预备役部队，而乌克兰的征兵工作依旧进行得非常困难，部队的轮换时间越来越长，侧面降低了乌军的战斗能力。冷战时期，苏联积累了大量的重力炸弹，这些炸弹呢是没有制导装置的，只能通过轰炸机飞到敌方阵地的头顶上扔下去。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俄军依旧在大量使用这种武器，结果就是俄罗斯空天军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打得不成人形，最多的时候呢，能在1天之内被打掉3架苏34。所以最近这次时间呢，我们能看到俄军基本上是不再使用炸弹进行空袭了，而是全部改成了巡航导弹以及滑翔炸弹，在乌军防空火力的射程之外进行远程打击。俄军使用的滑翔炸弹大部分呢都是对老式的重力炸弹进行改装，比如说最近在苏梅地区炸出蘑菇云的 FAB-1500，这就是一种经过改造的航空炸弹，其总重量高达 1.5 吨，爆炸后能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半径为15米的深坑，能对混凝土建筑、装甲、人员造成无差别杀伤。在2023年，俄罗斯国防公司 NPO Bazalet 开发出一款滑翔套件，可以将重力炸弹改为滑翔炸弹，它也被称为 UMPK。其主体呢是一个类似无人机的装置，其下方有一个固定圈，可以将其绑在炸弹上，内置惯性和卫星制导，会根据各种数据，通过调整自己的机翼，改变速度和航向，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 FAB-1500，在经过改造后就变成了 ODAB-1500，其射程最远可以达到70公里。目前来看，俄军主要用这种武器打击乌克兰的前线部队，这里有3点原因。首先，俄乌战争如今陷入了僵局，面对乌军成体系的防御攻势，仅依靠大兵刚刚提过的一字长蛇阵，地面部队是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 ODAB-1500 这种重型航空炸弹，仅需要1颗就能完全摧毁碉堡、战壕、混凝土等建筑，能够对乌军形成有效压制，辅助地面部队进攻。
其次 ，ODAB-1500炸弹爆炸所产生的蘑菇云以及巨大的声音和冲击波，对每个人都有极大的震撼力。俄军想通过使用这种武器瓦解前线乌军的战斗意志。最后，由于这款航空炸弹飞行速度慢、体积巨大，因此极容易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发现。目前，为了避免遭受俄巡航导弹的打击，乌军大部分防空系统都处于后方，这也使得俄罗斯无法使用该武器来袭击乌克兰的纵深目标。结合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空袭的目标，我们不难发现，俄军空袭的主力放在了苏梅市和哈尔科夫市这2个乌克兰城市，靠近俄乌边境，让乌军远程火力能够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境内。在3月22号之后呢，俄罗斯对国内安全的要求愈发强烈。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加大了利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力度。在4月2号，2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叶拉布加市的2座炼油厂。有消息称，俄罗斯的日均石油产量已经下降了100万桶。虽然俄罗斯解释这是为了配合中东国家，但石油减产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打击俄罗斯脆弱的经济。因此，这2个市就成为了俄军下一步行动的首要目标。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